界，那一双看透了我灵魂的眼。每一个无关痛痒的细节，为什么你都看得见？在没有遇见你以前的我，没想过爱情为何。你是否也一样？你像风来了，带我离开人潮，拥抱蓝蓝天空。如果你是温柔的风，就让我跟你一起遨游，手牵手，重新将风景看透。无论是多云大雨或风和日丽，呼吸着同样空气。你是否一样保持那最初心，依然喜欢看星？如果你是温柔的风，就让我成为你的风云，每一天想起幸福的声音。我回来了。我这落魄的样子，还偏偏让你看到了，真是讽刺。你还好吗？你觉得呢？我现在的狼狈是我自作自受。我之前那么对你们，有了现在的报应，你们也应该宽慰了吧？怎么会啊？我现在见到你都没有任何想要逃的意思。这段时间我去野外做了环保，心里已经很平静了。啊，是吗？那我更不该来打扰你了。我以后不会想见，更不会来找你，就当我们没有认识过。既然我们都可以放下，那林伯伯呢？你对他的伤害比我的要大得多。你真的不打算为他们做点什么吗？我现在在做什么，能有什么用呢？怎么会没用？当然有用啊！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如果真的能那么轻易的化解的话，这世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仇恨跟埋怨了。那至少林伯伯的公司，你不能再想想办法吗？我现在没有办法。我对于郑伟决现在威胁等于零，到时候他自己无限制的超负荷运转，会拖垮他的公司。与其寄希望于我，还不如祈祷他自行倒下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回去了。哎，你不回家看看吗？不回了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我带回去的？
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好，我想找一下你们郑总，他在吗？郑总啊，他马上就回来，要不你先去那个接待室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边请。谢谢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儿？人呢？你确定他在这儿吗？嗨，谁让你坐这儿的呀？怎么了？我从小在这儿玩长大的，我怀念这个地方，我想来这儿看看，难道不行吗，郑伯伯？这里是办公室，不是游乐场所。哎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以前小的时候啊，我在这儿玩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现呢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我呀？这里现在是风雨集团，我是风雨集团的项目经理，我当然有资格教育你。你还以为这里是老地盘，遇见的都是熟人吗？如果你下次再私闯办公室的话，我就会打电话报警。报警啊！哎呦，没想到贵公司就是这样对待前来真诚求合作的伙伴的。那这个待客之道还真是特别啊。真诚？怎么个真诚法？是黑我们，还是拉我们下火坑了？你太看得起我吧？我会这么做吗？那是怎样？搞舆论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就这点伎俩，从来没有变过。对不起，我们公司不想跟你们这样的人合作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现在就离开。行了，两个年轻人，都别发那么大的火嘛，啊！哎，灵犀啊，你也知道啊，在这个行当里边，想与我们合作的人很多呀，都挤破了头啊。可是我们能力有限呐，我们只和那些顶尖的公司合作。你觉得你们是吗？对了，你出去的时候，帮我把这个垃圾带走。
据我对你们的了解，你们就值得这个样子做。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吧？不送。听明白了，不用送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垃圾，这全栋楼都扔到一个地方吗？是啊，你们都扔在哪儿啊？楼下的垃圾站。谢谢啊。好，走，收工了。走。听见他们说收工了吗？咱们开始吧。走。妈呀，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啊！一个字，干！来吧，快点儿！你们负责这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别告诉我你又把团队换了用途。本职工作外的兼职嘛，别管我们。哎，干嘛？不要脱衣服！你这件衣服我可赔不起。你们在找什么？我帮你一起找。来吧。啊！你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李希，来，你看，弄好了。我头好疼，脑袋好疼。哎，林希，你没事吧？林希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
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挂号，马上就回来。盖一下，不要被风吹着。来第一次发现有你的世界，那一双看透了我灵魂的眼，每一个无关同样的细节，你都烧成这个样子了，多喝点水吧。你多喝一点。发烧真好啊！你别再胡说八道了。那发烧了就能看见你了，总比醒来好。醒来以后还要装开心，装高兴，装睡觉，一切都好艰难。知道你想什么吗？你好像缠紧的纱布，缠在我的心口，一点一点拔出去的时候，我的心真的好难受，好难受。刘星，你别再冒险了。为了家人，为了朋友，你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那你呢？我还有很多夜路要走。我也想陪你走夜路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也想陪你走夜路。所以，我就更不能。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你离开我的时候，我没有死缠烂打的求你留下。我不要自尊，我不怕你看不起我。我本来就没有自尊，我本来就输了。我好想你，我不想你离开。你把我给丢下了，你再也不要我了，你放弃了我，你有一点点后悔吗？有吗？真实的不像个梦。我听他们说，如果在梦里都觉得真实的话，这个梦就要醒了。不相信。如果你是温柔的风，就让我成为你的风铃，每一天想起幸福的声音。
林夕，林夕，你会不会痛啊？我去叫护士。我又梦到他了。我决定要放弃他了，我真的要放弃他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跟他真的只是对手了。你在哪儿？我爸好像去森木27。我今天听我爸打电话，在讨论27的事情，说是安全排查的时候。好像挖到了什么东西。我刚才也收到了别人给我的消息，说他们为了掩人耳目，已经在连夜的挖了。具体挖到一些什么，现在还不清楚。他们没有向公司报备，也没有动公司的款项，排查，我估计就是个借口。上面吧。15分钟的范围之内，那就应该不是这里。回到刚才的地方。你呀，把车开到上面去，看看有没有路啊。我到下边看看，顺便透透气啊，去吧。
等等。你怎么来了？安全排查，我这个项目负责人最好还是要在场吧。把门关上。你不信任我？对，我不相信你。你以为这是什么？证据。我怕你毁了它，很多当年的一些事情就死无对证了。你觉得我会毁了它？我是怕你毁了它，毕竟面部紧绷，眼神却很防备，是焦虑时下意识的反应。他在害怕，怕我接近真相。毕竟什么？毕竟你跟林正浩是多年的好朋友了，我怕你为了缓和最近的僵局，把这个东西当做人情送给他。啊，我没那个打算，你想的太多了。那就好，我来打开吧。我来。看来啊，咱们俩的信息都不正确啊。哎呀，是郑丽带你来的。你总算回来了，就等你吃饭呢。快！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，太可惜了。你付出那么多，要是这次找到枪，就不用在我爸这把刀尖上走了。你和林夕也……从我决定潜在他身边那天起，就没想过回头。倒是你，现在处境微妙。你爸既然能支开我们，就说明他知道被跟踪了。你这关难过了。今天阿姨不在家，这些饭菜都是我做的，你们两个尝一尝，这个汤怎么样？要是好喝的话，得要夸我哟。有些人对他好就是浪费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。郑理，你嘟嘟囔囔的说什么呢？这汤好喝，忙了一天了，喝完汤神清气爽的。当然忙了，白天忙完晚上忙，忙着销赃灭迹是吧？你这个恋爱是不是谈糊涂了啊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一天到晚不干点正事，你瞎猜什么呀？我瞎猜什么了？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，你自己最清楚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因为外人吵架好吗？不就是公司那些事儿吗？现在家里的气氛不对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装着不知道。你们俩今天要不这么吵架，我就一直装下去。郑理，你为你林伯伯抱不平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也想让你体谅一下你爸爸。
就即便是他错了，妈，他也是我的老公，我永远都会站在他这边的。我讲的根本不是那件事情，你真的是典型的老白甜。我就是老白甜，我是一个没有追求的，啊，什么金钱啊、权利啊都不重要，在我这儿，你爸爸跟你是最重要的，一家人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好吗？来，快，我再给你加点汤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来洗碗啊，你去泡个脚，累了一天了啊。那水我都给你放好了啊。郑宇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刚才不是在讲林伯伯的事吧？郑宇啊，你今天夹枪带棒的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去工地了，怎么样？还要向你汇报啊？你去工地了？你去工地为什么要甩开我？你做这种事对得起妈吗？你妈？你也看到了吗？妈那么爱你，无条件的信任你，你怎么好意思辜负她呢？好，郑丽啊，别瞎猜了。我这一辈子对得起你妈。昨天我真的去工地了，你要不相信，去问工地上的工人，或者你们司机小王。别跟我解释，你要解释跟妈解释去。我不许你辜负我妈。我们来商务谈判的，不是来逛野生动物园。明白，谈判讲究的是多评论小步伐，跟少食多餐一个道理，对吧？过犹不及，一次性成功根本不可能，慢慢来。你向来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套路，你这次怎么了？乱拳打死老师傅那能赢，完全凭借运气。可这次是我爸，我不能冒这个险，我必须把失败率降到最低。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干嘛？等等。等什么啊？不嫌慢吗？当时怎么堵我，怎么死缠烂打，你忘了吗？不是，大哥，那我当时那样，你不是一度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吗？我们这样贸然上去，这印象分就得打5折，而且弄不好适得其反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们手握实锤，人家未必会跟我们聊的。看样子要我来做冒失的人。你干嘛？哎，我！大哥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刚刚我已经联系到周总的朋友，他答应帮我们引荐他了，我在等答复哎。撞都撞了，你不是说过，行动力才是成功的第一要义吗？不管了。拼了，走！周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周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撞上您的车了，请您不要再跟风雨传媒合作了。你是谁呀？什么仇啊？你要故意撞我的车？
不是故意撞您的车，您放心，今天一切由我来承担。但是在此之前，请您务必看一下这份资料，可以吗？我看不看你都得赔。怎么？我不看你就不赔啊？这什么逻辑啊？是是是。每个给我看资料的人都来撞我一下，我早就进火葬场了。是这样的，周总，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，请您放心，这一切的损失都由我来负责。我知道风雨传媒承诺给贵公司的样片，但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按时间保质保量的完成，请您千万不要再相信他们了，请您看看这份资料可以吗？是，我不该信任他们，我就该信任你，你是仙女，你说什么我都得信。周总，实在抱歉，今天见面冒昧了，给你造成不便，我们会帮你赔偿，希望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坐坐，非常欢迎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哟，墨子资本的李总，经常在我们圈里提到你啊，久仰久仰。幸会幸会。如果你觉得尚可信任，那我赌上自己的名誉，希望你可以再考虑下和风雨的合作。他们现在的重心转向地产，他们对老本行的广告业务已经到了糊弄了事的地步。我们做了调查，他们把贵公司的项目外包给一个经验有限的制作公司。这份材料就是证据。是啊，周总，我知道您花了这么多钱，肯定想得到相应的回报。但是倘若您用名牌包的钱得到了10元的货，货不对版，我相信这对您公司的名誉也不是很好。所以，请您看一下这份资料吧。这样吧，我今天约了他们的负责人，你们等我去求证一下。谢谢周总，谢谢您。谢谢周总。不好意思啊，周总，谢谢您啊。我和郑总的合作一直是十分愉快的，不论是以前的沃夫，还是现在的风雨。谢谢周总的信任，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。那是当然的。这个不过呢，您接着说。不过呢，最近啊，我是听到一些传闻。冤家路窄。他的能力你是知道的，万一他舌灿莲花把客户给收回去了，你还有什么后招吗？暂时没有，以不变应万变吧。再撞一次车，杀敌1000，自损250啊！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今天多亏了你，你急中生智，另辟蹊径，有勇有谋，主动出击。够了没？口是心非。不过你今天沉得住气。不过这个周总还挺吃你这套的啊！你这名片一递上去，就幸会幸会，久仰久仰。你们老男人之间的恭维实在太可怕了。那不是恭维，是正常社交。现在的社会是标签社会，了解你本人之前，他们会用标签来衡量你。人一辈子不就是在维护那几个标签吗？有道理。我还以为你会先否定老男人这个标签。哎，干嘛？我说错了吗？本来就是。当然，传闻嘛，毕竟是个传闻。你要不要再来一杯？不用了，你接着说。我不是在质疑你们，但是合作呢，大家最好还是坦诚相待。18点40分，站在马路对面，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。你走到了我面前，低着头眯着眼，有那么多话说吗？
磨磨唧唧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长话短说，我付的钱是给一线广告公司的一线的，你们却包给了新人去练手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啊，好，你这是默认了，确有其事了是吧？你这是欺诈。啊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要终止我们的合作，所有的损失我要律师来追究索赔。哼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明白，那我没什么好说了。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找上门来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。李总，方不方便进一步说话？没问题。这就行了？这还没出招呢。你有事儿？2天不见，你们2个人都聋了吗？说话靠得那么近，要不要助听器啊？买给你。不需要，你听力好不代表别人听力好。我就是喜欢凑在别人耳朵边上说话。怎么，很生气吗？是，我是生气。还有，你们还有没有职业道德？挖墙脚都挖到眼皮底下来了。我要纠正一下，我们没有挖墙脚。其次，你们做的是黑心买卖，早晚会被别人知道的。你以为别人是傻子吗？行，那我们不谈生意。我们俩现在这种关系，你跟我谈什么，跟我有关系吗？我知道，你现在过来，不过是利用我，对你最后留有一丝感情。我是女孩子，没错，我可能更软弱、更脆弱、更敏感。我要比你多付出几10倍的努力，才能从失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。但是我有立誓要保护的人，我不会退缩。最后，我不爱你了。你干嘛？放开我！不要打扰林夕了，这是他应得的尊重。走，我们去吃披萨。外头冷冷的空气，风吹得我好伤心，好孤寂，亲不到你心里。过去的点点滴滴，18点40分，站在马路对面，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。你走到了我面前，低着头眯着眼，太阳躲在后面，笑着不言。微凉的饭后，微妙的夜，微醺的街后，微笑的眼，微微的牵起手，看我的脸，不知觉。18点40分。